接下来呀，我跟你聊一聊啊，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，治疗癌症和治疗感冒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。你听了这话，是不是感到不可思议啊？感冒和癌症，这能一样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还真差不多。你感冒了，知道怎么做，对吧？歇着，喝水，吃点药，过几天就好了嘛。癌症呢，其实也一样，只要有章法、有路数、有验证过的方法，就没问题。有几个关键的环节啊，做对了，绝大多数都能治好。该吃吃，该喝喝，生活该怎么过就怎么过。那你说不对呀？我听到癌症的故事，怎么都那么吓人呢？因为啊，那些故事啊，是十几年前的版本了。今天的医学跟当年比，说句不夸张的，简直就没法比。今天我给你讲5个真实的案例，听完了你就明白了，为什么治疗癌症在今天和治疗感冒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。来，咱一个个的说。我同事的亲戚查出了胃癌，还不是一般的胃癌，叫低分化弥漫型。这个名字你不用记，有个画面就行了。普通的肿瘤长得像个土豆，圆滚滚的一坨，长在哪儿呢就切在哪儿，就完事儿了。它这个呢不是土豆，像是泼在桌上的牛奶，流到哪儿都是。跟正常组织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界限分不清。这种情况你让外科医生怎么切嘛，都无从下手。所以呢，放在以前遇到这种情况，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全胃切除，胃整个都不要了。简单呢就4个字，就是简单粗暴。癌症是治了，但胃也没了。从那天开始，人就告别了正常吃饭，终身要吃营养液。虽然活着，但没什么生活质量。那是以前的做法。其实这个小细胞肺癌有一个特点，它看着凶，其实是个纸老虎，对化疗呢非常敏感。化疗一上，它缩的比谁都快。那咱就换个顺序，先不急着切，先打2到4个周期的化疗，把那个战场缩小，打完再看。肿瘤呢从一大片缩成一小点，可能只切一小块，甚至连刀都不动。说到这儿我再给你讲个技术，叫光动力，别被名字唬住。我一说你就懂。有一种药打进体内，癌细胞见了它，就像狗见了骨头似的，嗷嗷的扑上去。正常细胞呢，从旁边溜达过去，看都不看一眼。你等癌细胞吃够了医生呢拿一条光纤从胃镜里伸进去，对着病灶一照，吃了药的癌细胞原地就爆炸了。没吃药的呢，正常细胞，这个光打在它身上，就像你拿着手电筒照自己的胳膊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你说妙不妙？结果呢，肿瘤没了，胃呢也保住了，基本上没有创伤。第2天呢就能喝粥，过几天就能出院了，该干嘛就干嘛。你看，同一种癌症，
以前呢是整个胃都给你端走了，一辈子的喝营养液，今天通过化疗和光动力治疗就消灭了癌细胞，这叫科技的进步。所以啊，第一个道理呢，科技发展到了这个份上，你担心啥？以前只能那样，现在还可以这样，时代呢是不一样了。好，我们来讲第二个案例，有2位女的，都是40岁，诊断书上写的一模一样，都是乳腺癌。你正常理解同一家医院，同一个病名，那肯定是同一种病，用同一种方案，对吗？其实第一个人这个瘤子切下来，送去分析，你猜怎么着？他的癌细胞身上长满了接受雌激素的天线，这是啥意思啊？就是说这癌细胞它得靠激素喂养，那怎么对付？太简单了嘛，用一种药把这个雌激素给断了，跟那个关水龙头一样癌细胞就没饭吃了，自己也就蔫了。这位患者治疗到现在5年多了，好好的。第二个人呢，瘤子切下来一分析，结果没有雌激素这个天线，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。医学术语，它这个是 HER2 阳性，你得换一个思路，用抗 HER2 的靶向药精确制导，追着癌细胞打。结果呢，换了方法，效果同样的好。你看同一个病名都叫乳腺癌，里面的东西呢不一样，一个像自行车，一个像大货车。你把修自行车的那套方法用在修大货车上，你觉得能行吗？不可能嘛。但关键是每一种癌症都有对应的方法。所以说，第二个道理，要分清楚你跟谁在打，你就不慌了。记住3个要点首先要明白肿瘤的分期，仗打到哪里。第二个呢是分型，对手是谁。第3个呢是基因检测，什么武器打它最疼。长了这3点你就是一个开了导航的人，还怕迷路吗？好，前面说了，那对手认清了，武器怎么选？化疗、靶向、免疫，这3个词儿你肯定听说过。但是到底咋回事？我给你打个比方一下你就懂。化疗就像是地毯式轰炸，管你平民还是敌人，只要分裂复制快的细胞都一起炸，所以患者就会掉头发，白细胞低。他不是故意使坏，他天生就分不清楚谁是谁。这个靶向药呢，精准制导导弹。癌细胞身上有一个特定的标记，导弹只打带这个标记的癌细胞，正常细胞没有这个标记，导弹呢从正常的细胞头顶飞过去，看都不看一眼。免疫治疗这个更有意思，本来呢你的免疫系统压根儿就不管癌细胞，你的免疫系统天天在巡逻，从癌细胞旁走过8趟，愣是认不出来。为啥？癌细胞是你自己身上的干细胞，长得跟良民一模一样。免疫治疗呢，
就是给这个免疫系统啊配一副眼镜。但你要知道啊，这副眼镜可不是万能的，它只能识别某些颜色，比如红的、绿的，一眼就能认出来，该清除清除，该消灭消灭。但如果你的癌细胞是黄色的呢？不好意思，这副眼镜的色号不对了，它认不出来，从旁边就走过了。所以呢，免疫治疗好不好？好，但前提是你的癌细胞能被免疫细胞识别出来。好的，3种武器讲完了，我问你哪个最好？你肯定会说免疫治疗，听着就高级。答案不一定。来，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啊。我有个病人，男的，40多岁，查出来肺癌，全套检测做下来，他的癌细胞啊不属于免疫治疗这副眼镜能识别的色号，靶向药物的靶点也没有。他要求我给他用最好的方案，免疫治疗。我跟他讲啊，他这个类型啊，免疫治疗这副眼镜啊，不识别他的癌细胞，即使使用了也没有效果。那怎么办？我建议化疗加放疗。这听着好像没有免疫治疗那么高大上，对吧？但这条路啊，是全世界几十万的病人用亲身经历帮你踩出来的，数据扎实，效果可靠。他听进去了，选了这个方案，我呢效果非常满意。所以第3个道理，方法对了，效果就好了。记住，每次治疗前问3个问题：是根治还是控制？有效率大概是多少？副作用我能扛住吗？咱接着聊啊。你可能会想，那万一啊，第1个方案效果不好怎么办？我跟你说也没关系，换方案就是了。有一个结肠癌的患者，手术之后做了化疗，标准方案呢是做6个周期，打到第4个周期的时候就出现状况了，血液里的肿瘤信号呢不降反升，副作用大到吃不下东西，体重呢也降了10斤。这说明啥？不是方案不好，是方案跟它不匹配。那就换嘛，又不是只有一种方法。我们重新做了基因检测，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。他的癌细胞啊有个特点，正常细胞复制的时候，身体里有质检员的，复印错了就改，不通过呢就重来。但他这个癌细胞啊，质检员全体罢工，复制出来的东西呢，错的跟那个道馆帮盘一样。你一听，完了，都错成这样了，那不是更没救了吗？恰恰相反，他错的越离谱啊，在免疫系统眼里就越像个怪物，就越扎眼，就越容易被认出来，就越容易被攻击。换了免疫治疗2个月，癌细胞信号呢降到正常，现在3年多了，好好的。你看这一仗，他在正确的节点上呢，换了正确的武器就赢了。所以啊，第4个道理
身体是最诚实的情报员，信号不对，你就调整。如果第一个方案效果不好，没事儿，换个方案就好了。这不叫半途而废啊，这叫聪明。好，前面4个案例啊，说的都是确诊之后的事儿。但你知道最万幸的是啥吗？是让整个事件啊，连发生的机会都没有，或者说它还在是个小火苗的时候，就给它扑灭了。我给你讲另外一个案例啊，我们医院的一个护士长，40多岁，常规体检正常的指标啊，这个别的指标啊都正常。医生建议他加个胃肠镜，他本来就不想做，觉得自己很年轻，也没有不舒服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后来一想，来都来了，做就做呗。结果啊，这个肠镜下，医生看到一个小息肉，当时呢就给摘除了。整个过程呢，就跟你在家修个漏水的花伞差不多，钳子啊伸进去，夹一下就完事儿了。可万万没想到啊，息肉的这个病理报告提示的是早期癌变。听到这个癌字，他脸色都白了。医生说别慌，已经切干净了，连那个肠壁的黏膜下层都没有穿透，就那么一小点切了就没事了。你看啊，不开刀也不用化疗，只是在胃镜下息肉摘除，当天就能回家，之后呢就该吃吃，该喝喝，每年复查一次肠镜就行。你想一想啊，假如这位护士长当年没做胃肠镜呢？假如他等到出现症状才去检查，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可能已经到了中晚期，可能需要手术切一段肠子，也可能需要动用前面4个案例里所有的武器打一场硬仗。所以说啊，一个肿瘤在小火苗的阶段就被扑灭了，就可以达到根治的效果。等火烧大了，再灭难度就大了。所以呢，第5个道理也是最重要的，越早发现，处理越早，代价就越小，对生活的影响呢就接近于0。癌症最怕的呀，就是你定期检查，不给它长大的机会。好，以上5个故事讲完了。你看，科技进步了，以前呢只能切全胃，今天呢1个胃镜就搞定了。只要分清楚对象，每一种癌症啊都有专门治疗的方法。5个维度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儿：癌症在今天就是可以正常应对的疾病，没啥了不起的。那怎么才能抓住最好的机遇？怎么才能够在最早的节点发现问题？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，如何正确的体检。如果你觉得有用，点个关注。后面呢，我将用
大家都能听懂的话，给大家聊聊如何正确的体检。如果你现在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，体检报告呢有什么看不懂的东西，想了解某种疾病的最佳治疗方法，在评论区告诉我，我替你把这事儿讲明白。咱们评论区见。